裡是湖北秭歸縣的白岩村，一處懸崖縫隙中竟藏着栖息的人類活動痕迹。相傳幾百年前，一支神秘軍隊為避戰亂隱匿於此，他們在懸崖間開鑿棧道，硬生生與這片險山共生共息。四周絕壁千仞，垂直的崖壁像天然屏障般隔絕外界。當我們手腳並用，登上懸崖峭壁，行走在高達數十米的懸空棧道上，腳下便是萬丈深淵，身旁是呼嘯山峰，每一步都讓人膽戰心驚，不禁驚嘆古人如何在這般絕境中開闢生路。這處險峻之地，為何會有人類居住？洞內的痕跡又見證了怎樣的悲歡離合？而這一切是否與當地少數民族的侵襲史、生存智慧緊緊相連？今天就跟隨我們的鏡頭深入懸崖古洞，探索這份塵封在絕壁之上的神秘民族故事。大家好，我是婷婷。今天我們来到湖北宜昌的大山裡，在這邊的懸崖絕壁上，居然藏着一道非常狹窄的裂縫，石縫就鑲嵌在光禿禿的岩壁上。從无人機中可以看出，裡面有人活動的痕跡。通往裂縫只有一條小路可以上去。走吧，現在就帶他過去一探究竟，看看裂縫中到底藏着什麼樣的玄機呢？這個洞叫白岩洞。我們剛才來的時候，跟当地的老人了解到，這裡面曾經住着一位土家族的英雄，叫項王天子。項王天子呢，他是一位古代的歷史人物，在土家族中地位特別的高。他帶領着土家族曾反抗壓迫、爭取民族利益的代表人物。但根據資料顯示，項王天子好像只是一個名稱吧，很多人都打着這個名義，帶領着土家族反抗壓迫，爭取民族利益。我們現在要去的這個洞，也是民間傳說項王天子兵敗的時候在這裡駐紮過。這個洞深不可測，裡面可以容納千軍萬馬，好像還能藏很多兵器吧。走吧，上去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古人留下的痕迹。因为下面這個村莊還是離得比較近嘛，這裡以前是深山密林，因為經過時代的變遷，這下面現在都已經開發出來了，有很多人居住。站在這個位置，已經能看到裂縫了，就在那邊。它的高度大概也就10多米高，我們需要沿着這條崖壁走過去。站在崖壁下向上看，還是挺高的，有幾百米了吧。刚才村裡的老人和我們說了，這個地方如果說恐高的人沒有帶任何工具是上不去的，特別是那種有心理壓力的，因為他需要攀附岩石攀爬上去。以前的棧道都被破壞了吧？哦，也不能說破壞，應該是年久失修，已經坍塌了。像這邊的土質，它都是沙質土，有鬆動的痕跡。走在這條路上都要小心一點。
但是這裡還好，雖然這是一個斜坡，下面都有一些樹木，就算滑下去的話，也是只是一點皮外傷吧。剛才婷婷說的這個沙土是比較鬆軟，你看，隨便一下就滑掉了。哇，這岩石一层一层的，十分有規律啊！有點像那種千层餅一樣，呵呵，看着。从这個角度就能看到對面有很多住宅，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裡居住了。不知道他們是祖祖輩輩就在這裡，還是搬遷過來的。这个崖壁的幅度完全是一个半圓形的。天哪，是从上面走吗？那邊過不去耶。應該是這裡吧。完了，腿太短了。不好上啊！我的媽呀，腳都在發抖了。站在遠處看還沒什麼，到這裡的話，這個石階還是挺陡的。慢一點啊！根本不敢往下面看。沒事，這裡沒多高，從這裡看下去大概就幾米吧。上面看着更險一點。哇，這裡可以上去嗎？這些石塊已經倒塌下來了。這裡還用木頭搭建了一下，我試一下牢不牢固。哎，還是挺牢固的。但是我們要用一隻腳探探路況，才敢下腳。完了，腳都在發抖。快走哦，沒事，這裡又不是懸崖，你是走軟的吧？走累了。這就像是一場挑戰、探險一樣。這些石頭應該都是從崖縫裡面日積月累堆積在這裡的，隨時有石頭掉落下來吧。看上面這一塊，以前應該是石梯。哦，你看這邊有很多的凹槽，看見沒有？這邊也有。這裡以前應該是用木頭搭建的吧？因為這個凹槽跟那些懸空室那裡的凹槽一樣，用木頭放在裡面，然後它就可以行走了。因為它這個地勢有限嘛，只能在這個縫隙裡面搭建房子。不是房子，是上來的通道。
哦，你看现在坍塌了，当地的村民就用了几根木头在那里搭建了一下。刚才在那邊看不清楚，這裡的角度比較清楚一點。這條裂縫的寬度的話不是很寬，我手都伸展不開，應該不到1米了。哎呦，這石頭好鬆動呀！因為它這裡是落石，上來的時候只要抬腳，那石頭就會滾落下去。像這種位置，一次的話建議1個人通過。我的天哪，這邊好窄呀！過去的話只能攀爬過去。慢一點啊，下面有10多米高啊！別看下面，手抓住岩石。而且落腳的地方只能放半個腳掌。哎呦！這邊有一個小的平台，我們走過去看一下。我的天哪，這裡看風景還是挺不錯的，遠處的山脈和村莊顯得格外的漂亮。不過這下方的話就比較危險了，懸崖。應該有個20-30米高吧。你們看這邊的話也有一些凹槽，看得出這裡以前應該是搭的有一個平台。走吧，我們接着往上走。全是一些碎石。這裡還有一些櫻花，應該是某個節日，當地的村民都會來這裡放煙花吧。他們為什麼不把這裡重新搭建一下呢？那些凹槽也留得有。這邊這些石塊估計是人為的。哪裡會有人為啊？明顯就是經過歷史的長河。這裡以前應該也有一個牆吧，應該是一堵牆，像那種坍塌過來了，從這裡就能看出來。走吧，繼續往上走。這邊這塊石頭已經出現了那麼大的一個裂縫。哇，這裡全都是裂縫，你不說還沒注意到，還是有點危險的。我們還是快速往上面走。那些石頭都是一塊一塊的吊在外面的感覺。快點走吧。哇，這是棉花嗎？不禁讓我想到的是說彈棉花。哎，還是挺漂亮的。這裡居然長了幾株棉花。這邊有一些牌位，我們走上去看一下。這上面還搭了一些紅布。這上面的字是“嚮往天尊之神位”。
有樹必應，旁邊是心誠則靈。這邊還有一塊牌子，嚮往天尊。看得出這裡還是經常有人來的。你看，有一些人類活動的痕迹，一些飲料瓶，這裡還插滿了一些香灰，有的人甚至把香煙都插在裡面了。這個嚮往天尊的供奉牌位，這個地方看着有點像那種墓一樣。看一下後面，哦，其實它没多寬，就1米寬吧。後面還有一些東西，我們過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再到里面去看一下。這邊的話是用石塊垒切起來的，不過是間隔開的，就像是房間一樣。它這個房間也太窄了吧！我感覺這就是當時修的一些防禦工事吧，因為傳說裡面藏了很多軍隊還有武器，他把這個進出口用修一些建築工事來防禦或者抵抗。這裡的話就更像一間房了。听當地的老人說，這個洞關於這個傳說有幾百年或者上千年的，具體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幾百年以前吧。哇，這裡面好黑啊！伸手不見五指，黑漆漆的。碰巧的是，今天我們又沒帶手電筒，就帶大家走進去一段吧，因為我們也不是專業探洞的。你看這邊的崖壁上凹凸不平，真是一個洞天福地呀！哎，這邊有一些凹槽，這不會是野生動物打的洞吧？在山洞裡面應該有那種大型的白鼠吧，還有蝙蝠之類的。哦，你看這上面都是些裂縫，岩石都裂開了。你看這邊的話，感覺非常的光滑，就像人在這裡面切的一些牆一樣，就像我們修建房子用那種水泥磚或者磚頭壘起來的一樣。走吧，我們再往裡面走一點。剛才也說了，我們不是專業探洞的，說讓大家看個大概就行了。這裡面有滴滴滴的滴水聲。剛才我們根據資料了解了這個洞，這個洞呢，據說有20多公里吧，走進去裡面特別的深。你看這邊好黑。要不我們就不過去了吧？哎呀，有點害怕，有點那種壓迫感。剛才也跟當地的老人了解過了，也得到證實。他說這裡面特別的深，他也說有20多公里吧進去。你想當時藏了那麼多軍隊在裡面，還有武器。哇，好刺眼啊！這裡出去，重見光明的感覺。這個洞口好像是一個三角形的。
這邊我們看的差不多了，到對面那個栈道去看一下。這條栈道完全是依靠崖壁人工而修建出來的。這邊還修了一堵圍牆，但是這邊這些圍牆已經有一大部分已經倒下去了。就是我们刚才上來的那個路上就有很多碎石頭，這裡也有很多碎石。他們當時應該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在這裡修建這條棧道和這些圍牆的吧？這圍牆是一塊超級大的條石修建起來的。你看它牆體上還是挺牢固的，這應該是用糯米水和泥土粘合的，就像我們現在的水泥一樣。這邊有一個平台，這裡估計就是一個制高點了。外面是什麼情況，站在這裡就一目了然了。哇，美不胜收。这個角度比剛才我們在下面那個平台那裡看的話，這裡更高了，高的有20多米吧。哇，你們看那邊，哎呦，踩到地坑裡去了。你們看那邊岩石已經出現了那麼大的裂縫，感覺隨時可能會坍塌下來呀。看到沒有？這麼大一塊，都已經裂開了。白岩洞就带大家探索完了。這裡是一個有意義的地方，藏着太多土家族兒女為自由拼搏的故事。項王天子指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代表着以前土家族的領袖，帶領當地的老百姓一起抵抗壓迫，爭取民族利益。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為民謀利的英雄呀。這裡已經被當地百姓用來對項王天子祭奠的地方了，因為項王天子曾在這裡居住過。好了，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吧，我們下期再見，拜拜。